是你远眺未来的山岗。当你站上爱的高处，眼里充满着光亮。回去好好反省。终将离开山岗。叫你背公式，背公式，你都背到哪里去了？告诉我，像你们这种从小到大就很聪明的人，根本就不懂我们这种不会念书的人的痛苦。不要迷失方向。我是哪里做不对了吗？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这个家。曾经我的脚步有你隐隐闪耀和陪伴，当我走向新的旅程，满心感恩不能忘。我终将张开翅膀，飞向更宽阔的远方。成长路不管多难，爱是我的行囊。来，这边坐。怎么啦？有什么事要跟老师说吗？老师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是不是受了委屈呢？不要害怕，跟老师说，老师都可以帮你解决哦。老师，我不敢回家。为什么不敢回家呢？老师，我拜托你帮我打电话跟我爸说我这礼拜要去宇俊家跟他讨论功课，不回家了，好不好？老师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在宇俊家乖乖念书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你慢慢的跟老师说清楚，好不好？因为这次月考我没有考好，英文跟数学的成绩都退步很多。我爸他一定会很生气，他一定会打我的。可是成绩不好，这是事实啊。这是没有办法逃避的问题，你就应该要去面对它。听老师的话，回家好好跟爸爸沟通。可是我爸他很固执，他不会听我解释。那要不然，老师先帮你打电话给你爸爸，跟他沟通，好不好？放心，老师答应你，一定会好好跟你爸爸说清楚。真的很多哎，现在假日生意都这么好啊？是啊，既然生意越来越好，我们要不要考虑找个店长来管理？这样啊，如果你们忙的时候，店里也可以有人照顾。妈，这点你放心，我已经跟爸商量过了，而且已经开始找人，应该很快就会找到人了。对了，娃娃，
之前你不是说你接了房屋销售的企划案来做，结果进行的怎么样？房子已经开始卖了，而且销售成绩很不错，老板还称赞我的行销策略企划得很成功哦。那后面还会有案子继续吗？那当然啊，我做得那么好，而且我能力又那么强。哎，不要太骄傲，做人啊要谦虚一点。我知道。啊，还有啊，明天我可能没有办法到店里帮忙。我们班有个学生叫陈梦竹，他跟他爸爸要到家里来坐坐。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突然学生和家长要来家里？因为梦竹这次的月考成绩啊很不理想，放假前他竟然跑来跟我说他不敢回家。我问清楚之后才知道，原来是他爸爸一直都很在意他的成绩，所以啊他觉得压力过大了。那如果陈梦竹那边需要我的帮忙，你就尽管跟我说，我可以跟他聊聊。毕竟我以前也有考不好，经常被父母责备的经验啊。这小鬼，逮到机会就消遣你爸妈啊！梦竹，来，老师准备了点心，吃一点啊。请喝茶。这位啊，是我的女儿姚若荷。方老师，虽然你在电话里面交代我不要骂他，可是我忍不住还是把他骂了一顿。他一直跟我讲他有认真念书，可是成绩考成这个样子，你叫我怎么相信他呢？梦竹，方老师有话要跟你爸爸说，你跟姐姐到房间聊天好吗？是啊，跟姐姐进去吧。方老师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从小我对她的期望就非常的高。我希望她不但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将来也能够顺利的考上大学，进而能够出国深造。只是没有想到，进了国中以后，她的功课就变得非常的不稳定，尤其是英文跟数学，时好时坏。我也很有耐心的陪着她一起看书，我还教她怎么去背数学的公式，结果还是没有什么起色。我每天陪你一起念书，你的成绩还不进步。我从小功课一向非常的优异，没想到生出这样的女儿，我真的不知道她是笨还是出了其他的问题。老师，我希望你对梦竹能够再监督的严格一点，不管是打是骂，只要是她的成绩好一点，任何的体罚我都不介意的。陈先生，我啊是不建议用体罚来对待孩子的。我是希望我们可以一起配合，来找出梦竹在学习上到底遇到什么样的困难。学习上还能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？还不都是因为不够认真，所以才会考不好的吗？以前我也是这么想，可是啊，经过我女儿的教训之后，我才发现，认真啊不一定有好成绩，用对方法才是更重要的。用对方法。其实很多的父母都跟你爸爸一样，就连以前的方老师也是一样，只会以成绩的好坏去断定一个孩子的好坏。你说方老师？方老师不是这样的啊。那是你现在才认识方老师，他跟我小时候认识的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你一定不知道，我国中的时候，每天不是被他打，就是被他骂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会不可能呢？你知道方老师以前是学校的名师吗？更惨的是，我以前就是念那所国中，
而且还被他教到。我记得那时候考试要考90分，考不到的话少1分就要被打一下。我除了国文、英文比较好，其他科目都很差，所以我几乎天天都挨打。每天？因为每天都有不同的小考啊。那你一定过得很痛苦。何止痛苦，根本就是痛不欲生。那时候我巴不得时间可以停止，不知道那会有多好。我跟你一样，多希望我妈可以不要在意成绩。虽然我是一个老师，但是我也是对孩子期望很高的母亲。我过去跟你一样，觉得分数就代表一切。我女儿因为成绩不好，我就看她不顺眼，甚至觉得她让我很丢脸。直到有一次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反正你只在乎成绩，我考不好就是坏小孩。既然我是坏小孩，我就坏给你看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不想考试，不想念书，也不想补习了，怎么样啊？你不要再打我了！我再说一次，你不要再打我了！像你们这种从小到大就很聪明的人，根本就不懂我们这种不会念书的人的痛苦。那是我女儿给我的当头棒喝。当时我并没有企图去了解她是不是真的认真过了，还是因为使用的方法不对，所以成绩不好。方老师，那以后我该怎么去教育他？怎么样才能够让他的成绩能够有所进步呢？以我对梦竹的观察，这个孩子很乖，很听话。我看他在同学间的人缘呢，也很不错。除了英文跟数学是时好时坏，其他的成绩也都算中上。尤其是他很会写作文哎。陈先生，你有看过他写的文章吗？我是建议可以培养梦竹往文科去发展。至于您担心的英文跟数学部分呢，回到学校之后英文我会亲自来辅导他，数学呢，我会请数学老师多给他指导，也会请其他的同学来帮他，让他不要害怕去念这2科。孩子都是需要多鼓励的，所以呢，我希望陈先生可以跟我一起配合，不要给梦竹太大的压力，也希望您可以多跟梦竹沟通，然后多听听他的想法。我以前很叛逆，什么都不跟我妈说。我总觉得我跟我妈之间的距离很遥远。可是后来我们懂得沟通以后，她就会来问我的想法，我也会主动跟她说我的看法。可是我爸跟方老师不一样啊，我不敢跟他说我的想法，他根本不能沟通。我以前也是这样想，总觉得不被了解，甚至被误会。可是后来，我慢慢了解到，其实我的父母很爱我，只要我试着跟他们表达我的想法，我相信他们都会听的。况且，你又没有去沟通，你怎么知道不会成功呢？妈，出来吃水果吧。
啊，我把这些书整理好就去。你整理这些书要干嘛？我等一下就要坐火车回花莲，我要顺便把这些书带回去给我的学生们看。我想啊，给他们多看一些不同种类的书，增加他们的知识。多看书啊，总是好事嘛。啊，我记得你也有一些心灵励志的书吧？如果你看过了，也可以捐出来给我的学生们看啊。好啊，没有问题。不过你这么多书怎么带得动啊？要不要我明天用快递帮你寄到此中？不要啦。好，那我把水果放在这儿。你要记得吃哦，奶奶，你要乖乖吃药，乖乖吃药病才会好，知道吗？奶奶疼娃娃，娃娃要乖，娃娃会乖。奶奶，你也要乖哦。好，奶奶乖。娃娃放心啊！爸，你怎么啦？我今天一直觉得身体不太舒服。爸，你发烧了哎！我没事，等一下我自己到医院去拿个药就好了。你餐厅不是还有事吗？你先去忙吧。那怎么行？我答应妈要好好照顾你的。走，我带你去医院看病。我先去打电话挂号。退烧针，你回去要记得多喝水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你那么忙还要麻烦你。爸，你就是爱逞强。昨天听你咳嗽，问你有没有事，要不要来医院，你就说不用。我真的没事啊。哎，爸，小心！怎么在有人行道上骑脚踏车啊？真是的。爸，怎么啦？没想到一转眼啊，我的小女儿就长这么大了，现在还会照顾我，还可以照顾这个家。爸，其实这一路走来，我真的很谢谢你跟妈。我知道我长大以后带给你和妈很多的烦恼。之前我经营餐厅，你一直很反对。现在我自己接案子写文案，你虽然没有说什么，可是我知道你还是很担心我。我都说过要让你自己去闯，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我很谢谢你给我表现的机会，也很谢谢你一直陪着我一起努力。妈不在的时候，都是你陪我在餐厅忙，这种感觉就很像回到小时候，我们是同一国的感觉一样。发生什么事，爸爸永远跟你是同一国的。我们父女俩啊，能够这样子一起走，感觉真好。
是青春的序曲，你是我的续集。哎，方老师，你这一堂没有课啊？我刚刚有一个想法，我想安排做定点家访。定点家访什么意思啊？你也知道啊，我们学校的学生呢是来自全台各地的，如果要一个一个去做家访，那肯定1年都做不完。所以啊，我是想说，把学生资料呢分成是北、中、东、南，然后啊把家长汇集到一个定点，这样我只要跑4个地方就可以做完家访啦。可是我们平常在电话上跟家长已经有很紧密的联系了，为什么还要做定点家访这件事情呢？你记不记得刚开学的时候，我有跟你说过，我们啊要让家长变成是我们教育孩子的助力，所以呢，要跟家长们做朋友，适时的给他们一些正确的观念，让他们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教育孩子。可是家长会愿意配合吗？当然愿意啊，我们是为了他们的孩子在努力，他们当然也要为了孩子跟我们一起配合嘛。而且啊，把家长聚集在一起，他们可以交换观念啊、想法，然后互相去影响，这样的力量会更大哦。原来做家访还有这么多的好处。可是你要这样子北中南东跑一圈，还挺辛苦的呢。不是辛苦，是幸福。我因为要安排陪读的时间表，就跟家长们联络。家长们都认为说，来学校陪读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不过住的地方就不大方便了。所以我想说，在花莲租个房子，房租就大家平均分摊，一方面可以解决住的问题，另一方面也希望家长能够陪孩子多相聚，煮些孩子喜欢吃的菜，也可以安排一些亲子活动。增加孩子跟家长之间的情感。这个构想听起来很不错哎。是啊，不过有件事情想请方老师帮忙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啊？你可以直说，没关系。因为家长们都认为说，方老师不只是学生们的导师，也是家长们的良师，所以大家都很想跟你聊天，想从你身上学习。可是都没有时间，也没有机会，所以想说，如果我们租了房子之后，方老师是不是能够1个月抽出1个星期的时间来陪我们聚会？我们知道方老师每个礼拜都要回去看你的妈妈跟婆婆，但是只有1个礼拜，我想请方老师回去跟你的妈妈还有婆婆说一声，把你让给我们大家好不好？李太太，你千万不要这么客气。虽然说不能回去陪家人有点可惜，不过看你们这么用心，而且这么需要我，我当然要安排出时间啊。我想只要回去跟家人说一下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谢谢老师。哪里？对了，我们已经帮房子想了个名字哦，叫做大爱之家。是吗？为什么要叫大爱之家呢？我们在讨论房子名字的时候，陈梦竹的爸爸说他很佩服方老师，还说方老师是一个很有智慧的老师。以前他用成绩的好坏来评论孩子有没有认真的读书，可是上次听你说你跟你女儿相处的经验之后，
他觉得他应该赶快修正他的观念，不然的话，他跟他女儿可能也会出现问题。他还说，方老师跟他说过，教育孩子不是用打跟骂，孩子就会了解父母亲的苦心的。他还用笔记写下来提醒自己哦。所以陈爸爸就想说，孩子读的是大爱班，实际又提倡大爱。方老师要孩子们要有爱心，要家长们对孩子要有爱心，要有耐心，所以干脆就叫大爱之家。我们大家都赞成呢。这个名字啊，取得真的很好。是啊，大家都可以把大爱之家当做一个修行跟学习的地方。可以趁这个机会了解小孩子在学校有没有惹麻烦，老师有没有需要家长配合跟改进的地方。所以想请方老师一起来参加我们这个家庭聚会。看你们大家都这么用心的在安排，我怎么能不参加呢？我答应你，无论如何啊，我一定会安排时间来参加这个有意义的聚会。那太好了。那我赶快约几个家长先去看房子，先把租房子的事情定下来。那我就不打扰了，我先走了。慢走。姚小姐，我们现在餐厅的生意越来越稳定了。而且哦，我还发现啊，有很多回笼的客人呢。这些老主顾啊，他们还会介绍新的客人哦。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。改天我请大家一起唱歌，算是慰劳大家辛劳。好啊，那就先谢谢姚小姐喽。喂，你好。哦，我是。哎，林经理，怎么忽然从澳门打电话给我？有什么事吗？姚小姐，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，我们这批房子的销售成绩不错，总经理特别交代会计汇一笔奖金到你的户头奖励你。真的吗？那请您帮我谢谢总经理，我没有想到还有这个额外的奖励耶。大家都没有想到啊，奖金不少哦。谢谢林经理，再见。哇，你进步很多耶，梦竹，老师很高兴哦。老师，谢谢你晚自习结束后还肯留下来帮我补习。以前啊，我觉得英文好难哦，现在我觉得它变有趣多了，好像弄懂以后就自然记住了。那你爸爸现在还有没有因为考试分数的高低给你压力啊？没有了，上次去老师家回来以后，我爸就没有再说我的分数怎样，他说只要我是用功念书就好。那你要继续认真念书，让爸爸放心，知道吗？好了，很晚了，赶快收一收，我们回宿舍。好，来，这是你的，谢谢。喂，娃娃，对啊，今天比较晚一点，我留在教室里帮陈梦竹加强英文。那天来我们家沟通之后，真的有效哎。陈梦竹说啊，他爸爸现在不会再给他分数上的压力，他学习起来也快乐多了。那太好了，以后学生沟通如果需要我帮忙，方老师你不要跟我客气哦。那当然，我一定会找你帮忙沟通的啊。妈，你这个礼拜会回来吗？我想要跟你拿你的台胞证。为什么要我的台胞证啊？就是我上次跟你提过，我帮忙写售屋文案那个案子，他们销售成绩很不错，所以总经理分了我一笔红利。刚好那个案子也有保留户，
所以我想说，我就拿那笔红利去买一户，顺便当做投资。投资是一件好事啊，你决定就好了。但是怎么会要我的台胞证呢？因为我是想要买给你的。既然房子要买你的名字，当然要用到你的台胞证啊。妈，你以前为了我花了很多钱在我身上，现在我有能力了，所以我也想要回馈给你。那个房子虽然不是很大，可是代表了我的心意。我想说，将来房地产如果涨了的话，你可以把房子卖掉，那笔钱就当做是我孝敬你跟爸的。没有想到，娃娃有一天会变得这么贴心懂事。我知道，这孩子已经开始活出属于他自己的人生。来，大家吃水果。奶奶吃苹果啊，这个苹果很甜哎。喂，哦，小明啊，小明打电话回来了。小明啊，你叫他在那边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家里的事情不用担心，我会好好照顾奶奶还有爸跟妈的，请他放心哦。小明啊，有听到你姐讲的。老师，你看是谁来了？淑胜，怎么有空来花莲啊？我来履行我的承诺啊！再给我1年的时间吧，我一定跟随你去池中服务。好了，这样啊，池中又多了一个生力军呢。每一次啊，走在校园里，就会让我想起小时候立下要当老师的志愿。我一定要当个好老师。虽然长大之后啊，我真的当了老师，可是却在追求名利、当个名师的光环之下，遗忘了当初想要当一个好老师的那份心。是进步最多的同学哦，棒球就是 baseball。谁上课不专心，下次粉笔就丢谁。那时候的我，活在家长和学校的掌声中，一切呢，只用成绩来论定学生的好与坏，就连我的女儿也成了无辜的受害者。开门啊！课也不上，书也不念，你存心要当小太妹是不是啊？我不是小太妹。也因为这个名师的光环，让我跟我女儿的距离越来越远，造成我对她有很多的愧疚跟遗憾。妈根本就不了解我。直到接触了近似语，人生就像开了一扇窗，也彻底改变我的观念和想法，让我了解到教育真正的意义是懂得用爱与耐心来陪伴孩子。现在的我不再当孩子们的导演，而是希望自己能当他们爱的啦啦队，也期望自己能做一位默默照亮孩子生命的名师。
真的是我生命中的贵人。以前我也觉得啊，只要赚很多钱，我的家庭就会幸福，我的人生也就圆满了。这几年，看着你的改变，你慢慢影响了我，让我发现，原来我人生中需要学习的地方还这么多。美人，谢谢你。我才应该要谢谢你，你遵守承诺来慈中教书，我们一起努力为教育奉献吧。老师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。你们几个要去哪里啊？老师，我们要去餐厅做资源回收啊。对了，老师跟你们介绍，这位啊是江淑胜江老师。江老师好，你们好。江老师下学期开始也要来慈中教书，你们都有可能会被他教到哦。是哦，那我建议全班来欢迎江老师。我也加油，这句话应该是我说才对吧？我是班长哎。什么啊？好了好了，你们两个不要又因为一点小事吵架。老师，你放心，我跟魏家勇是好兄弟哎，我们是闹着玩的。对啊，那就好。来，我们也一起去做资源回收吧，顺便让你认识一下我们班其他的同学。走了走了，来。江老师，你是教哪一科的？我教数学。数学很好哎。真的。宝贝女儿若何，日前在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尊严的短文，愧疚之心又油然而生。我正好犯了文中所说的错误。以往责骂你时，虽知避开爷爷奶奶，却不知连弟弟也该避开。以往我总自认是非常负责任的慈母。但在那极少的空档时间里，我仍尽心地督促你的功课，逼你练琴，送你去学芭蕾、学心算。常常为了赶时间，都是我往前直冲，而你拖着沉重的脚步跟在后。如今，我们可以如姐妹般的结伴喝下午茶。一同到操场漫步，无所顾忌的闲聊，这都要感恩正言上人的谆谆教诲，使我及时改正了许多错误，才能将你那千呼万唤也唤不回的心，用柔柔的爱给带回来了。我真的很感恩，知足，也感谢有你，使我在教育这条路上能越走越快乐。爱你的妈妈。李太太，请说。方老师，请问你女儿看完你的写的信之后，有没有说些什么啊？她也回了一封信给我。是吗？方老师，那可不可以赶快念给我们听？亲爱的妈妈，国中时期，我的确认为家中缺乏关爱，似乎想获得关爱，就是要把书念好。我是得不到爱的，我永远达不到要求。我不像天才弟弟念书那样事半功倍。爸爸不常在家，也基于此，
他回到家后会待我像慈父。我们这对可怜的父女，不应该是同一国的吗？那如果同一国的话，就要互相支援。而我也认为和爸爸是一国的。但是有一阵子，当爸爸回来时，您常向他告状，他不听我说理由，二话不说就处罚我，使我对同国失望了。就是变坏了。你现在想要打我吗？你打啊！我成了一个寂寞的无国籍人，也渐渐的因为要自我防护而封闭了自己。当我在英国收到您寄来的静思语，当时只觉得是一帖良方，对孤独的心灵有鼓舞作用，对当时求学所遭遇到的逆境是一盏明灯。但我并不明白您寄此书的用意。之后，我放假回国，在机场明显察觉到您原本厉害的眼神变柔了，而我立刻解除了对您的防卫。后来听您细诉，我才知道是师公让我的日子变得好过了。如果没事，我要先走。不过，当时明明是我的反叛，您竟能改变自己来面对我，这真是令我受宠若惊。还有下雨了，带把伞哦。因为我看到了您在意我而做的转变，我也不想让您失望。也不忍心再丢麻烦给您，也试着告诉您藏在我心中多年的秘密、想法，试着和你建立一座桥梁。现在我仍是个独立思考的孩子，不过会以你们的想法为中心，会尊重你们的意见。爱您的女儿。以后妈妈会耐心的听你把话说完，会听你的意见，跟你沟通，再也不会拿你跟哥哥相比了。真的？妈妈要学习改变，你要学习更勇敢些，不要让爸爸妈妈担心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会更勇敢，也会更努力的念书。女儿，爸爸以后再也不会用成绩来看你是不是用功了，当然会陪你一起去看你最喜欢的周星驰电影，再也不会骂你这样是不长进了。谢谢爸爸。妈，那你要跟我说什么？我还能跟你说什么啊？在家里，你可是小霸王啊，谁不要听你的？不过，倒是你听过方老师的故事之后，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跟妈妈说的呀？我也加油，你常常鼓励我要勇敢，你也要勇敢啊！妈，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那么任性，会听你的话。乖宝贝。大爱之家成立之后，家长和我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了。我鼓励孩子多和爸妈沟通，也鼓励家长多倾听孩子的声音。不管是学生或是家长，我都乐于继续付出。
为我最爱的教育奉献我所有的一切。因为我一直没忘记师父说的，教育好一个学生，进而影响他的家庭，才是成功的教育。云是天空的花朵，雨是落下的河，花是大地的女儿，你是我的困惑。云是褪色的烟火，雨是天空在泪流，花是无言的情歌，是我的沉默。一样的云，一样的雨，一样的花朵，结不一样的果。一样的你，一样的我，一样的年代，不一样的规则。我知道，我想说。